楼梯战神，厕所担当波波小天使。OK， 今天的招招乱谈带来的是波波的不妙冒险，这才是星辰斗士真正的名字。老话说得好，是人是狗都在秀，只有波波在挨揍。起初波波只是想给妹妹报仇，干掉倒吊男那个狗娘养的，结果一个不注意就中了屌爷的蛊，然后噩梦就开始了。有小伙伴可能要说了，没事儿，有成太郎帮忙驱蛊。错，大错特错，这恰恰是波波不妙冒险的开始。阿布的火成功让波波变成了熟人，其实刚开始还算好，也就是因为二乔这个载具杀手沉个船，乱丢垃圾罚个款，住个宾馆遇个杀手，这样的小 case 对于皮糙肉厚的波波来说这根本不值一提。话说打掉队这么多人，杀手偏偏在波波的房间，他是真够倒霉的。可波波也顶不住魔法攻击啊，一旦他进入厕所立马就会爽上天，比如到印度后遇到的猪头厕所。うちの店長なんかは尻を豚に舐めてもらえるから綺麗でいいなんて言ってますがね。后来波波遭遇了一场车祸，如愿碰到了仇人，成功替妹妹报仇。之后波波好不容易遇到个美女，本以为自己的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又到了动物们繁殖的季节。结果下一秒美女爆炸了，那场面把波波都吓傻了。这要是让他亲，我猜波波宁可选择3哥的厕所。但厕所这玩意儿一旦染上，那就摆脱不掉了。又经历了一次车祸之后，波波等人成功来到了巴基斯坦，而他遇到了一生之敌恩雅婆婆。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无奈之下，波波去了最不该去的地方——厕所。恩雅婆婆还偏偏伤到他的舌头，就这样名场面诞生了，波波小天使。幸亏是有白金吸尘器啊，波波才不至于吃饱。更惨的是，哪怕是个梦，也差点品尝到蚯蚓冰淇淋。潜个水，偏偏他的呼吸器是敌人替身变的。好不容易抵达埃及，波波又被狗欺负。人間の髪の毛を大量にむしり抜くのが大好きで。ああ、そうだ、思い出した。髪の毛をむしるとき、人間の顔の前で絵をするのが趣味の下品なやつだった。之后就是修胡子，结果被刀哥控制的理发师差点抹了脖子。要是光挨敌人的打也就算了，自己人也不放过他呀，真是把法国人当日本人整。花心院的手机，白金之星的欧拉，波波是一点也没少挨。变成小孩之后，虽然品尝到了洗面奶，但差点被劈成2半。一路跌跌撞撞，好不容易见到了迪奥，可对方竟然能控制楼梯。そうかそうか、ポルナレフ。階段を降りた。このディオの仲間になりたいというわけだな。但高贵的骑士绝不会后退，哪怕替身是白板，只有一人一剑也要战斗到底。其实波波本可以在给妹妹报仇之后就离开，也可以选择和洗澡的大姐姐共度一生，甚至在打败吊爷之后回到家乡安安静静养老。可面对能删除时间的迪亚波罗，他仍然选择战斗。银色战车象征着掠夺，可波波的一生都在失去，失去父母，失去妹妹，失去好友，最后连自己的身体都失去了。可这些都没能打倒这位高贵的法国骑士。当邪恶来临，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亮出自己的宝剑。